再次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希望今天的内容能给大家带来轻松愉快的时光。大家好，我是你们喜欢的帅气狗主播森巴。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女主播 Nico。今天咱们聊聊明清时期女性怎么靠观音信仰构建自我。先从观音性别的转变说起，再看女性在信仰实践中怎么通过模仿观音表达自我，最后聊聊这对女性主体性的启发。好，这个话题真的很有意思。那我们就开始吧。咱们先来聊第一个话题，就是观音的这个形象的变化。就是想问一下，观音这个形象最初在印度是什么样子的？为什么它会是一个男性的形象？其实在最早的印度的佛教里面，观音是一个很有男性气概的一个神器。对，就他的造像都是那种高鼻梁，然后有胡须，很健美的一个青年王子的样子。对，包括在很多经典里面，他的这个出生的故事也都是一个男性。为什么会这样设计呢？这跟当时的印度的社会对于修行者和救世主的一个想象是分不开的。那他们觉得只有男性才可以获得这种最高的觉悟，然后来拯救众生，所以观音就被塑造成了这样一个形象。那观音到底是经历了一个怎么的过程，才变成了现在我们所熟悉的这个女性的形象呢？当传进来的时候，其实还是保留着那个印度的男性的样子，但是到了唐代的时候，就开始慢慢的变得柔和起来，然后有了一些女性的这种特征。到了宋代的时候，就基本上已经变成了一个标准的中国的仕女的形象。这背后是有什么故事推动的吗？对，就是有很多民间传说的加入，比如说这个妙善公主的故事就非常非常的流行。一位叫妙善的少女，为了救父亲，牺牲自己的眼睛和手来入药。她的孝心感动神灵，她变成了千手千眼观音。中国的这个孝道文化逐渐和佛教出家修行的文化融合。还有就是老百姓对于这种送子啊、护佑家庭的这种需求，慢慢的观音就变成了一个更贴近中国的这个世俗生活的一个亲和而美丽的女神。那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观音在中国会有这样的一个从男变女的转变呢？最关键的其实就是中国的文化把这个慈悲、柔和、母性的这些象征都赋予了女性，所以观音就顺应了这种传统，就慢慢的变成了一个女性的形象。所以说是社会环境的影响很大。对，没错没错。你想，比如说唐代的时候，女性的地位提升，然后包括这个皇室对佛教的这种推崇，包括后面的这个宋代理学的这种强调家族、强调母性，再加上就是这种观音的这种化身的这种灵活的说法，也让老百姓可以去重新塑造这个信仰的形象。所以就是观音就变成了一个非常本土化的这样的一个女神。咱们来聊一聊第二部分，就是说女性是怎么在信仰实践当中去创造和模仿观音来寻找自我的。OK， 对，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明清的女性都有哪些具体的方式来表达对观音的信仰？其实当时的女性就是把对观音的这种虔诚啊，融入到了非常多日常的细节当中。比如说有一些擅长书画的大家闺秀就会去画观音，那或者是说刺绣观音，包括还有的人会用自己的头发来绣观音像，就每一个都非常的有新意。听起来他们真的是投入了很多情感啊。对啊，还有就是在舞蹈上面也有一些，比如说歌妓，她会跳观音舞，然后或者是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会佩戴一些跟观音有关的发簪啊，或者是说把自己打扮成观音的样子啊，甚至包括还有一些像慈禧这种，她还会拍照，就是以观音的造型来拍照，就是让自己跟这个信仰的距离拉得更近。那就是说明清时候的女性为什么会选择通过观音信仰来表达自我？其实当时的女性是受到很多儒家的这种规矩的束缚嘛，然后她们就会把自己的一些理想的人格呀，或者是说一些情感啊，寄托在观音身上。比如说像画观音啊，或者是说刺绣观音啊，这种就变成了她们一个释放自己内心的一个出口。感觉好像观音对于他们来讲意义非常重大。没错没错，因为观音就不仅仅是一个母亲的象征，或者说贞洁的象征啊，其实它还帮女性在比如说一些重要的人生阶段缓解焦虑，然后同时也让他们获得一些身份上的认同和精神上的力量，甚至包括他们在跟自己的家庭或者跟这个社会在协商一些事情的时候，观音信仰都给了他们一些勇气和一些策略。那如果我们现在回头去看的话，你觉得
明清女性在模仿和创造观音这个形象的过程当中，到底体现了哪些独特的精神和价值呢？其实我觉得就是他们不管是通过书画，还是通过刺绣，还是通过舞蹈，还是通过穿戴观音的一些造型啊，他们都是在用一种非常艺术化的方式来挑战当时的一些社会对女性的限制，然后同时也在这个过程当中用自己的身体和自己的创造力在现实生活之外开辟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精神空间，也让自己的自我价值和内心的自由得到了一种全新的表达和肯定。咱们来进入第3部分啊，就是今天要聊的这个主题啊，信仰的深远意义，也就是明清女性通过观音信仰实践，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精神独立。你觉得观音信仰具体给了他们哪些突破束缚的力量？就是我觉得首先就是观音信仰，它是让女性在面对很多现实的苦难的时候有了一个精神的寄托，因为观音它本身就是一个救苦救难的这样的一个象征嘛，然后女性可以通过念诵她的名号，或者是说礼拜她，或者说甚至是去朝圣啊等等的一些方式来获得一些心灵的慰藉。那这种慰藉其实是让你可以暂时的摆脱你日常的那些烦恼和压力。这种精神的支撑听起来就特别有力量。对，没错没错，而且就是观音的这个神变的能力，其实也让女性觉得自己是可以跨越这些性别的限制的，你是可以去追求一种更自由的精神上的成长的。这种宗教体验其实是让你可以跳脱你日常的这个身份的。那很多女性就会通过参与各种法会啊，然后或者是说持斋啊，或者是说持戒啊等等的一些方式来获得一种内在的满足感和一种新的身份的认同。那这种其实是对他们来讲是一种精神独立的一个起点。你觉得就是明清的女性在日常的生活和家庭里面是怎么通过观音信仰来挑战一些传统的伦理规范的呢？其实那个时候女性就是很经常会通过画观音啊，然后刺绣观音啊，甚至是用自己的头发来绣观音像啊，把自己的这个虔诚变成一种艺术啊。那这个其实也是让他们在家庭里面获得了一些认可啊，也让自己的内心有了一些寄托。那像比如说婚姻啊、家庭责任这些比较大的事情上面，观音信仰会有什么影响？有啊，就像比如说有些女性，她会就是以观音的这个拒绝婚姻啊，然后坚持自己的修行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为榜样，她来反抗一些家族对她的逼婚啊等等的一些情况。那包括还有一些人，他会就是把自己的孝顺啊，本来是要给父母的孝顺，通过观音信仰的这个转化啊，变成了一种自我的修行啊，就从这个被动的尽孝变成了一种主动的对自己精神成长的一个追求。那这个其实也是一种挑战传统的性别分工的一个表现。就是说观音信仰在女性的社交啊和女性的文化创造这方面到底带来了哪些新的变化？就是观音信仰其实把女性带进了一个全新的社交圈子，比如说像什么观音会啊，然后什么法会啊之类的，那这个就给了女性一个可以公开的相聚啊、交流啊，甚至是一起去旅行啊、去朝圣啊这样的一个机会啊。那这个其实是让他们建立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支持网络。听起来比以前自由多。对啊，而且就是很多女性甚至会用自己的艺术作品啊，把观音信仰变成了一种表达自己内心想法的一个工具。对，这个其实也不仅是让他们在这个公共空间有了一个声音，那同时他们也重新塑造了自己的精神身份啊。那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对于传统的性别角色的一个挑战，也是女性获得精神独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聊到这儿，其实我们会发现，就是明清的女性，她们其实通过观音信仰找到了一种属于自己的表达和坚持。对，其实这种勇气和这种智慧，直到今天都依然在激励着很多人去追求自己的独立和自由。好了，那就是今天这样内容了，然后感谢大家的陪伴，咱们下期再见，拜拜。